大家好，这里是大雁 Talk。说到马来西亚的这个旅游，大家会想象的，一般就是几个城市，一个就是首都吉隆坡啊，因为确实吉隆坡的整个国际化的程度都比较高，然后整个经济各方面都是非常的好，然后也有很多很现代的设施跟商场，所以大家第一反应就是吉隆坡。但是呢，也有人会想到的是这个，就是海边的这个小小城市哈，槟城。因为槟城确实在国际上的这个旅游，至少是旅游者的心目中，其实是有蛮高的地位的，所以很多人觉得，马来西亚最好的地方应该是槟城。其实在我去马来西亚之前，我的感觉其实也跟这个差不多。我对槟城的期待其实是比较多的。但是我去了马来西亚之后，其实啊、就是让我最惊艳的城市，其实另有其人哈，就是七城哈，不是叫七人，就是三城怡保。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位于霹雳州的这个小山城哈，它虽然没有这个吉隆坡的这么繁华喧闹，也没有槟城的这个国际这么大的名气，却有着自己独特的这种古朴的气息，还有这个丰富的底蕴最重要的是它小小的，它那个城市很小，然后很舒适，就是你基本上你散散步或者稍微远一点的，坐一点点车就可以把整个城市都玩好了。而且就是在你步行的过程当中，你能感觉到这个城市很干净，然后很整洁，特别特别的宜人，就是很舒服，就是你在那里你就是散步都觉得空气都是很舒服的。不仅如此，它还散发着很浓郁的这个多元文化的这个气息，非常适合这种从啊快节奏当中的城市的人，他想去找个地方休息一下，停一下。我觉得怡保是个非常好的地方，我觉得这里应该也是很适合养老吧，我不知道，但是我感觉应该是，而且如果让我选一个城市居住的话，我觉得怡保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比如说你进入这个怡保这个老城区，你就可以看到很多建筑是很有特色的，它那个就是那种欧陆的那种风格，然后有点南洋那种感觉，然后它的这种老建筑的这种密集度很高啊，特别是在那城区那个地方，它保留了很多这个早期的这种华人移民的这个建筑风格。虽然墙面可能有些斑驳了但是它确实透露的这个历史的这种温度。街道不是很宽，人真的不多，真的不多，你可以很轻松的在这里漫步，感受这个空气当中弥漫的这种悠闲还有那种淡淡的踏实感。这是非常舒服的。这就是怡保给人的整体的感觉，就是不急不躁，然后很清爽，很干净。然后，这里的市民其实还蛮友善的吧，因为在路上也有跟人家闲聊哈，接触，然后你还是很容易的能跟这些店里面或者当地人聊聊天对吧？所以就整体的这种也不会有很强的这种隔阂感，然后就是你在跟人接触的时候的这种味道。然后怡保呢，它其实有蛮多这个华人聚居的，它这边好像大部分都是这个广东人，就是讲广东话的，我不知道对不对哈，就是我的感觉是这样的偶尔也会碰到一些讲福建话的，就是福建那边来的，我就碰到一个那个人，他说他是莆田人就是福建那边过来的，然后这里面还融合了很多马来印度其他族裔的这些文化元素吧，所以也有一些这些宗教的这些场所跟建筑。然后最吸引人的还是那些很有风味的这个小吃摊然后对，就是有一个叫什么兰香什么的，我觉得那家店很不错，我去吃了好几次兰香园吗？还是叫什么？我现在有点忘记了。然后在那里就是你可以看到，就是华人还有一些马来人也就在那边吃饭所以你能感觉到这个马来西亚人特有那种很多元的那个气息吧。然后早上的时候，你可以去那个咖啡店喝那个
白咖啡就是怡宝白咖啡好像它这边有个叫旧厂街吧，就是还是蛮出名的一个咖啡。然后中午我觉得你可以去吃海南鸡饭也行吧，然后还有一些炒那个牛河，还是炒福建面是吧？我觉得都蛮不错的，特别是那个福建面我还蛮爱吃的。然后也有一些什么印度煎饼啊，就是很多啊，它那个很多小摊子，然后拼在一起，可能你看你自己想吃什么东西，都还是蛮多选择的。就是你可以看到很多小商贩啊，还有跟那种现代的便利店，它都是并存的。然后很多老式的那种小店，还保留了那种手工制品的那种传统。所以你走在那个大街小巷上面，不仅仅有美食啊，还有一些当地的纪念品啊、糕点啊、香料啊，好像还有一家那个叫什么，就是中药房，就是蛮有意思的，就是他那边就是传承的那个文化也挺多元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个很适合散步啊，然后购物啊，然后吃饮食的一个很好的地方。那怡保呢，它其实是一个山城啊，它其实是被一个石灰岩的这种山它包围在一起，然后所以它其实本身就是像被这种山包围起来一种很宁静安静的一个地方。然后它原来可能这些山它好像原来也是有矿产的之前也是有经历过采矿期所以现在人口好像是不是很多，就是过了那个采矿那个年代了，所以已经没有那么多的这种经济的这种资助的东西，但是旅游应该是还是不错的。然后它这山边有那个霹雳洞，就是当地好多人都推荐去我因为那个时间比较赶，然后确实没有去，但是好多当地人都给我推荐霹雳洞那就是我觉得你们也可以考虑去看看当然还有其他的洞，好像什么极乐洞之类的但是霹雳洞好像是不是最出名的？我不知道所以你也可以看看这些自然的奇景，然后也可以去看看这些宗教的这些文化的建筑啊什么的。所以如果你喜欢户外啊，还走一走山路啊，我觉得这也是可以选择的。然后就是说到吃的，反正我觉得就刚才讲了，就是白咖啡吧，然后搞一点这种烤面包吃，我觉得是蛮经典的。还有当地好像有一个叫芽菜鸡，我有去过，也有拍照，但是没吃，但是感觉那个地方应该是他们那边主要的好吃的地方的一条街吧，就是好几家，好像2家还是3家那个芽菜鸡，但是应该有一家是主打的，然后后面你可以慢慢走，还可以走到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地方，就是什么二奶巷是吧？还有大奶巷好有意思啊！我们还可以这边拍拍照啊，那个地方还是挺漂亮，而且很舒服。你就是很悠闲的去逛就够了。那晚上你随便吃点印度煎饼啦、沙爹或者是马来的这些美食，我觉得都很不错啦。如果是旅行的话，我建议就是你从旧厂街开始走，然后可以走到二奶巷，然后看看这些建筑，就是那个区域散散步，就不要去打车，就在那里走一走，因为它很小，没必要说都到哪里都打车，对。然后吃的就是刚才推荐的这些白咖啡啊这些东西，然后景区就是霹雳洞啊这些山洞啊或一些花园呐、对吧？然后至于说一些街边小店，我觉得你就自己看嘛，看有什么比较好玩的东西。所以整体来说，我觉得整个怡保的这个旅行给人感觉就是非常舒服，然后特别适合居住下来。我觉得不能说它就是特别适合就是玩那么简单，我觉得它可以住下来，就是你可以在那里慢慢的生活，然后对吧？住一段时间你住很久那可能是不一样的，就是你可以住一小段比如说1个月啊这样子啊，或者是2个月或半个月这里都可以就是
然后你在那里慢慢生活，去感受当地的那种东西，然后就是特别的温暖，特别的温馨。我觉得，怡保是个非常非常棒的宝藏城市我觉得，你们都可以去看看，一定会觉得很棒很棒的一个地方。好，今天就讲到这里，再见。